欢迎您来到闲话日本，我是主讲人国威。有一段时间没录像了啊，因为最近工作稍微有点忙。您要是看过前面几期的话，大概对我有个了解。我呢在日本的医疗机构工作，这不是日本从10月1号开始国门要进一步的放开嘛，所以打听来日本治疗的在中国国内的患者，最近这一段还挺多的。其实这种患者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啊。过去呢，我也是经常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就会问什么呢？就说同样的病，我这个病在你们日本，要是日本人看的话，大概得多少钱？一般我会这么回答，是吧？看您跟谁比了。要跟一般人的比的话呢，大概日本人花到您的1/10以下。如果是上了岁数的人，那可能是您的1/30以下。也就是说呀，一个海外的患者，如果在日本这些大型的综合医院、大型的专科医院里边治疗的话，同样的病要花到本国人的10倍到30倍以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这就是要谈到今天的主题了，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。医疗保险这个词儿啊，每个国家都有。那日本呢，可能和有一些国家不太一样，它是一个全民医保的国家，就是日本的国民，包括这些在日本有3个月以上的长期签证的外国人，都要加入医保。日本的医疗保险呀，大概分成2类，一种呢叫做社会保险，就是给那些在上班的人准备的。那没有上班这些人呢，上的叫国民健康保险。保险机构不同，但是保险证的用法是一样的。去看病的时候，只要负担所有的医药费的30%就可以了。看病、治疗、去药房买药都是如此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保险账就很好算了。看病开药100块钱，最多花到30块钱就 OK 了。注意我说了一个修饰词，最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一些情况下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减免。什么情况呢？比如第一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，小孩缺嘛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对小孩好极了。一般来说，15岁以下的儿童、少年或者包括婴儿，他们去看病的时候，自己应付的这30%里边，有一部分甚至全部由当地的市政府、区政府、村政府、乡政府等等来负担。像我们住在东京都的板桥区，板桥区的规定就是15岁以下全免，医药、做手术、治疗、打针什么的全都不花钱。那么有的区或者有的市或者有的村，它可能财政上没有那么富裕，那也许负担到9岁，9岁以下全免，或者12岁以下全免。那到15岁之间的这一段，那可能负担个50%啊，或者说有一个上限的额度，最多1个月不花过多少钱，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做法。所以小孩有这个保险证，待遇好极了。我们原来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不幸啊，他们家的小孩一出生先天性心脏病，那回国如果治的话，连手术费合人民币得20万啊。那在日本好了，全都不花钱。那我们说完了小孩，那老人呢？75岁以上的日本的老人，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有长期签证的外国人，那只要过了75岁，第一收入肯定是变少了嘛，第二一个看病的几率肯定是变大了嘛。为了能够缓解这些人的负担，那在日本的医保里边专门有这么一条叫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本来应该自己负担的那30%的医药费降到了10%。说到这儿了，有的人可能会说了，说那你这个老年人一般得大病的几率比较高嘛，不光是老年人了，对吧？一旦患上了比如说癌症这种重大疾病，如果需要长期化疗的话，那1个月的医药费也是几十万到几百万日元啊。几十万的话合人民币几万，几百万的话就是几十万。这么多的医药费，你虽然是10%也好，30%也好，也是个挺沉重的负担嘛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第3条。在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里呢，还有一个叫高额疗养费制度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收入，你是一个高收入阶层、中收入阶层还是没有收入的，不管怎么说吧，
它会有一个相应的对照的你这个收入的医疗费上限额度，超过的部分全额返还。比如说吧，一个日本人在这边看病，是吧？一个月的医药费花到了100万日元，按道理来说，30%的话，他得付30万，不用，他只要付9万块就够了。多花的这21万，政府全额给你退回来。那如果他花到1000万的话呢，最多他这一个月只花到18万，封顶了，多余的部分全额返还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制度。具体的呀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。这张表呢，列举了不同的年收入所对应的医药费的上限额度。高收入的人群呢，稍微高一点，但也没有那么高。那低收入的人群呢，就低多了，这样对低端的人群可能是一个保护吧。我们在前面一集讲日本医生收入的时候提到过这事儿。2019年，去年呀，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是441万日元。所以呢，您看这张表，大多数人一个月如果治疗的话，可能最多也就是花到9万日元就打住了，合人民币呢5900块钱，不到6000块钱。好，接着我们说这个日本医保减免的第4条，对于刚才说到的癌症这种需要长期化疗的高额的医药费的固定支出，虽然有了这么一个高额疗养费制度，但其实还是挺沉重的，所以呢还可以再进一步减免。比如说吧，有一个挺贵的药叫欧地沃，一个癌症化疗的药物，如果在日本的话，一个月的药费差不多需要花到小100万日元，6万人民币左右吧。那用了这个高额疗养费制度的话，差不多可以降到9万左右，合人民币不到6000。但是如果每个月都是6000人民币的支出，其实也是一个挺沉重的负担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高额疗养费制度，专门还有一个补充条款，1年之内12个月高额疗养费制度，如果用到了第4次，1、2、3月用完之后，从4月份开始进一步的下调，下调多少呢？差不多可以再减一半的费用。刚才说不到6000块钱的地方，就降到了不到3000块钱了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张表，加上了这个补充条款之后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那针对这个补充条款呢，还有一个补充说明，就是有一些日本政府指定的特定疾病的治疗，比如说慢性肾功能不全，那需要做透析嘛。正常情况下，一个月需要40万的合人民币2万多块钱的透析费用。因为这个病它在指定的疾病名单里边，所以每个月的治疗费的上限啊1万日元，不到700块钱。那即使是高收入人群，这一个月也不会超过2万日元，1300-1400块钱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个第5条，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些指定的传染病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新冠病毒，对吧？为了社会稳定嘛，那么这类疾病在日本的话，检查、治疗所有的费用全额由政府负担。甚至于说啊，最近日本的国会刚刚批下来预算，从明年年初开始，在日本打新冠疫苗的预防针也是免费的。这里所说的免费呢，不是说真的不需要钱，只是有一个日本政府买单，差不多这么一个概念。一般的老百姓、患者不用花钱了。差不多给您大概讲了讲日本的这些医疗保险的各种福利吧，算是。当然了，前提是必须是用于治疗的，用于跟自身健康直接联系的，而且范围是在日本厚生劳动省，相当于中国卫健委认可的这个范围内的。比如说我去牙科洗牙，如果说是因为刷牙出血了，这就是健康问题。如果说我想把这个牙齿看起来白一点，这就跟健康无关，决定了这个医保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，决定了您是那30%还是100%。另外呢，比如说一些癌症治疗的什么免疫细胞疗法呀、质子线疗法呀，这种所谓的先进医疗，虽然说跟健康有直接的关联，但因为它不在医保范围内嘛，所以目前还是需要全额支付。
当然了，每个人的负担大小不同，如果需要减轻负担的话，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日本的这些社保和国民健康保险之外，那可能还有一些商业保险可以把这一块给它填补一下。不管是社会保险还是国民健康保险，享受这些福利的同时，每个月是要交保险费的。一般来说呀，也是根据收入不同，它的比率算法不太一样。大致算的话，可能是一个收入的5%到10%左右的样子吧。那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，那为什么外国人在日本看病会比本国人贵呢？第一肯定就是刚才说的医保的原因，因为没有政府帮您掏钱了，您毕竟没在这边交过这个医疗保险费嘛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日本的一些大型医院，尤其是国立医院、公立医院，因为它的建设里边用到了纳税人的税金，所以他们医院的原则肯定是优先的保证本国人、纳税人的利益。可是呢，既然走日本国内的正规的流程介绍到这个医院的话，那他又不能拒绝收治，所以医院唯一能调整的就是它的费用问题。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说需要花到正常的200%甚至300%的这么一个费用的可能。这么说有点抽象，还说数字吧。比如说100块钱的治疗费，那日本人的话呢，可能就花30，老人花10块，那这个外国人来就是100。那刚才说的这些公立医院、国立医院可能会收到200甚至300块。那这一算，那外国人花的钱可不就是本地人的10到30倍以上了，因为人家还有高额医疗返还嘛。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